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湖南农村的一个姑娘，她叫小月，27岁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。这姑娘从小家境贫寒，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啊。父母早早离异，母亲改嫁了，父亲也是外出打工，多年杳无音信。从10岁起，小月就和妹妹相依为命。14岁就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，不得不辍学了。这丫头长得是真水灵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但是命运给她开了个大玩笑。为了生存，她做过 KTV 公主、酒吧气氛组、擦边主播，甚至是按摩女。哎呀妈呀，说起来真是让人心疼啊！但是我们小月这个姑娘，骨子里特别倔强。她常说，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，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年轻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败了，不会后悔。小月有个堂姐叫小云，比她大5岁，早在8年前就嫁到台湾去了。说实话，当初小云嫁去台湾，村里人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嫁过去肯定是当保姆。这些年，堂姐小云在台湾过得怎么样，小月其实也不是很清楚。虽然姐妹俩经常视频聊天，但是隔着屏幕，很多事情看不真切。堂姐总是说过得挺好的，但具体好在哪里，小月也不知道。直到今年春节后，小云特意给小月寄了机票和签证，邀请妹妹去台湾小住一段时间。小月那叫一个激动啊，她从来没出过国，连护照都是堂姐指导她办的。天啊，我真的要去台湾了吗？小月收到堂姐寄来的机票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坐在飞往台湾的飞机上，小月紧张的手心直冒汗。她之前看过很多大陆人讲述去台湾的经历，但亲身去体验又是另一回事。她不知道台湾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堂姐嫁的这个台湾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下了飞机，小月一眼就看到了堂姐小云和她的台湾老公阿伟。哇塞，小月差点没认出来自己的亲堂姐。记忆中那个穿着土气、皮肤黝黑的农村姑娘，如今完全变了个样，精致的妆容，时尚的衣着，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自信和优雅。小月这边，小云用力挥手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站在堂姐身边的阿伟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得体的休闲装，一看就是那种知识分子。小月妹妹，终于见到你啦，你堂姐常常提起你。阿伟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热情地打招呼。阿伟35岁，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家庭条件不错，属于典型的台湾中产阶级。他性格温和，为人体贴，虽然经历过几段恋爱，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。直到5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小云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很快就结婚了。姐夫好。小月有点拘谨的回应。走吧，先带你回家。小云拉着妹妹的手，满脸都是喜悦。从桃园机场到台北市区的路上，小月的眼睛都不够用了。台湾的街道干净整洁，车辆有序行驶，路边的绿化带郁郁葱葱。最让小月惊讶的是，即使是在城市里，空气也特别清新。姐，台湾真的好漂亮啊！小月不停地赞叹着。呵呵，这只是台北而已，等有时间带你去垦丁、花莲，那才叫美呢。小云笑着说。到了堂姐家，小月彻底惊呆了。堂姐和姐夫住在台北市区的一套100来平的公寓里，虽然不算特别大，但装修得非常精致，家具电器一应俱全，还有个小阳台，种满了各种花草。姐，你们家也太好了吧！小月环顾四周，眼睛都放光了。小云笑着说，还行啦，在台湾这也就是普通的中产家庭。阿伟还有一辆车，周末我们经常开车出去玩。当晚，阿伟特意下厨，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欢迎小月。台湾卤肉饭、3杯鸡、炒空心菜、卤肉饭，还有小月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哇，姐夫，你的厨艺也太棒了吧！小月尝了一口3杯鸡，赞不绝口。阿伟谦虚地说，还好啦，在台湾男生下厨很正常，不像大陆那边，好像总觉得男人下厨有点奇怪。小云补充道，台湾的男生普遍比较细心体贴，家务活也会分担。
阿伟平时工作忙，但周末基本都是他负责做饭。吃完饭，阿伟主动收拾碗筷，小月趁机拉着堂姐到阳台聊天。姐，你过得真好啊！我原来还担心你嫁到台湾会受苦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小云轻轻抚摸着妹妹的头发，傻丫头，堂姐当初选择嫁到台湾，就是看中了这边的生活环境和男人的态度。台湾男人普遍比较尊重女性，家庭观念也强。阿伟虽然不是特别有钱，但对我很好，他父母也把我当亲女儿一样。那你们平时都做什么啊？小月充满好奇。平常我在一家服装店当导购，阿伟在公司上班。周末我们有时候去爬山，有时候去海边，生活过得挺充实的。台湾这边生活节奏没有大陆那么快，压力也小很多。听着堂姐的讲述，小月羡慕不已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台湾应该是个不太发达的地方，毕竟地方小嘛。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。姐，我还以为台湾很落后呢，没想到你们生活得这么好。小云哭笑不得，你这是被大陆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给骗了。台湾虽然面积小，但社会非常发达，民主自由，人民生活水平很高。你这几天住下来就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云和阿伟带着小月游览了台北的各个景点，故宫博物院、101大楼、九份老街、淡水渔人码头。小月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对台湾的印象彻底颠覆了。最让小月惊讶的是台湾人的礼貌和秩序感，公共场所没人大声喧哗，排队时没人插队，开车时礼让行人，这些在大陆难以想象的事情，在台湾却是再普通不过。姐，台湾人怎么都这么有素质啊？小月不解地问。这是长期以来的文化熏陶和教育引导的结果。台湾虽然经历过很多困难，但在公民素质教育这块做得很成功，小云解释道。除了参观景点，小月还跟着堂姐和姐夫去了几次家庭聚会，认识了阿伟的父母和朋友们。令小月意外的是，这些台湾人对她这个大陆来的妹妹没有丝毫的歧视，反而很热情，总是问她吃饱了没，习不习惯。阿伟的父母更是把小月当成自家人，阿伟妈妈还特意做了湖南的剁椒鱼头给她解馋。小月啊，你堂姐嫁到我们家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以后想来台湾，随时欢迎。阿伟爸爸热情地说，这种温暖的家庭氛围是小月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。从小失去父母关爱的她，在这个台湾家庭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。小月在台湾的日子过得飞快。一天晚上，堂姐小云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席间，小月忍不住问出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。姐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和姐夫是怎么认识的啊？小云和阿伟相视而笑，眼神中充满了温情，说来也是缘分。小云放下筷子，回忆道，那年我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上班，阿伟当时是公司派来的技术顾问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帮我修电脑，修好后还教我怎么防病毒。就这样，我们慢慢熟悉起来，后来他每次来深圳都会约我出去吃饭。阿伟接过话茬，你堂姐当时特别害羞，我约了好几次她才答应。我被她的善良和坚强打动了，她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却依然乐观向上，还要照顾妹妹。哎呀，肉麻死了！小云假装嗔怪，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当初你们是怎么决定结婚的呢？家里人没反对吗？小月继续追问，当然有阻力啊。小云叹了口气，我们交往1年后，阿伟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但是当时两岸关系有些紧张，他家里人担心我是冲着台湾身份和钱来的。阿伟点点头，没错，我爸妈一开始是反对的。台湾这边对大陆配偶有些刻板印象，觉得都是农村姑娘没文化，只是想嫁过来改变命运。那你们怎么克服的呢？小月眨巴着眼睛，充满好奇。我带小云回台湾见了父母。阿伟笑道，我妈见到你堂姐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，这么水灵的姑娘啊。接着相处几天后，我妈完全被你堂姐的贤惠和善良打动了，从反对变成了支持。小云补充道，关键是我也没有很多要求，不要彩礼，不要豪车豪宅，就希望能真心相爱，白头偕老。阿伟父母看我不是那种物质女孩，也就放心了。听到这里，小月若有所思。她想起自己以前的那些相亲经历，
无一不是以物质条件为首要考量。什么车子、房子、存款，仿佛爱情只是附带品。姐，你们台湾人结婚真的不看重彩礼吗？阿伟笑了，在台湾，我们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规划，而不是一开始就讨论彩礼多少，房子有没有。当然，男方会给女方一些聘礼，但金额通常不会太离谱，主要是表达一种心意。而且小云补充道，台湾的婚姻更平等，夫妻双方都工作，共同承担家庭责任，不像大陆农村，好像女人嫁人后就要围着男人和婆家转。确实，阿伟点头，我们台湾男人普遍认为妻子是人生伴侣，不是佣人，家务活应该共同分担，重大决定共同商量。小月听得入神，心中不由感慨，难怪堂姐在台湾生活得这么幸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月跟着堂姐去了她工作的服装店。这是一家中高档品牌，小云在这里做销售主管，负责培训新员工和客户维护。姐，你在这工作多久了？小月看着光鲜亮丽的店面有些惊讶。3年了，刚来台湾时我的学历和经验都不够，只能做些简单的工作。后来我利用空闲时间考了服装设计证书，又学了点营销知识，才有了现在的职位。小云一边整理衣架一边回答，你的普通话也变得好标准啊，还带着点台湾腔呢。小月打趣道，哈哈，这边的顾客大多是本地人，我必须学好闽南语和台湾国语，不然没法沟通。刚开始可吃了不少苦头，被客人嫌弃大陆妹口音重听不懂。小云带着小月在店里转了一圈，同事们见到小月都很热情，纷纷夸她漂亮。期间，小月注意到堂姐和同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，没有一丝隔阂，完全看不出她是个大陆来的。下班后，小云带小月去了一家当地的夜市。台湾的夜市人头攒动，各种小吃琳琅满目，蚵仔煎、臭豆腐、珍珠奶茶、大肠包小肠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小月吃着刚买的盐酥鸡，满脸陶醉。台湾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美食文化了。小云笑道，这边的小吃不仅种类多，而且讲究卫生，价格也公道。逛着逛着，小月注意到路边有个摆摊卖手工饰品的小伙子，长得挺帅气。姐，你看那个卖手链的小哥哥好可爱啊！小月悄悄指给堂姐看。小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哎呀，你这丫头眼光不错嘛，要不要去看看他的东西？在堂姐的鼓励下，小月走到摊位前，假装对手链感兴趣。那个小伙子抬头一笑，露出2个小酒窝。这位小姐有什么喜欢的吗？我就随便看看。小月有些害羞。你不是台湾人吧？口音听起来像是大陆的。小伙子一边整理手链一边问道，我是湖南的，来台湾玩几天。哇，湖南啊，辣妹子。我叫小杰，是清华大学的学生，平时喜欢做些手工艺品贴补家用。就这样，2人聊了起来。小杰今年25岁，是台湾清华大学的研究生，学艺术设计的。他性格开朗，谈吐不凡，小月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。当天晚上回到家，小月兴奋地告诉堂姐和姐夫，她加了小杰的 Line。我们小月这是动心了啊，小云打趣道。哪有啊，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，想交个朋友而已。小月红着脸辩解。阿伟笑着说，台湾的男生普遍比较温柔细腻，不像大陆的男生那么直来直去。如果你们聊得来，可以多了解了解。接下来几天，小月和小杰时常聊天，小杰甚至主动提出要当他的导游，带他去一些游客不常去的地方。他们去了阳明山看野温泉，去了九份感受千与千寻的氛围，去了基隆吃最新鲜的海鲜。小月逐渐被小杰的才华和绅士风度吸引，和以前接触的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大陆男生不同，小杰尊重女生，从不占便宜。约会时总是提前规划好路线，考虑周到。小杰，你们台湾男生都这么体贴的吗？有一次小月忍不住问道。也不是所有人啦，但台湾的教育从小就强调尊重女性。小杰解释道，而且这边的女生也很独立自主，如果男生大男子主义，可能找不到女朋友的。那台湾人怎么看待大陆来的女生呢？小月有些忐忑地问。以前确实有些偏见，觉得大陆女生都是冲着台湾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来的。
小杰坦率地说，但现在不同了。随着两岸交流增多，大家发现其实文化差异没那么大，主要还是看个人素质。像你这样漂亮又有气质的女生，在哪里都会受欢迎的。听到这话，小月心里甜滋滋的。虽然来台湾只有短短10几天，但她已经彻底爱上了这个地方的环境和人文氛围。这里没有大陆那种赤裸裸的物质攀比，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。一天晚上，小月和堂姐坐在阳台上喝茶聊天，忍不住感慨：姐，你真的很幸运，嫁到了台湾，找到了姐夫这么好的人。小云笑了笑，其实刚来台湾那会儿，我也经历了不少困难，语言不通，文化不同，还要面对一些人异样的眼光。但阿伟一直支持我，鼓励我融入当地生活。那你觉得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有什么不同？小月问道。小云思索片刻，说，最大的区别可能是，台湾人更注重两个人的相处和未来规划，而不是一开始就盯着物质条件。台湾男人普遍比较顾家，会分担家务，照顾孩子。而且这边的婚姻更平等，女方家庭也有发言权，不像大陆那样男方说了算。我明白了，小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难怪你嫁到台湾后变化这么大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其实啊，小云握住妹妹的手，我嫁到台湾后最大的改变不是外表，而是内心。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尊重和平等，不再需要靠讨好别人或者委屈自己来获得认可。阿伟从来不会因为我是大陆来的就看不起我，他的家人也把我当成自己人。小月叹了口气，我在大陆相亲过好几次，那些男的一来就问我有没有房，家里条件怎么样，好像我是个商品似的。要么就是看我长得漂亮，就想着占便宜，这就是文化差异啊。小云摇摇头，台湾这边虽然也看重物质基础，但更看重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和价值观是否相符。阿伟当初追我时，从来没问过我家里有多少钱，反而是他主动告诉我他的经济状况，让我有心理准备。夜深了，姐妹俩继续聊着。小月问出了一个她很在意的问题：姐，你觉得我和小杰有可能吗？小云笑着捏了捏妹妹的脸，怎么这么快就对人家有想法了？我看小杰人挺不错的，有教养，有责任心，对你也很尊重。但是跨海婚恋不容易，你要想清楚。我知道，小月低下头。可是和他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，他从不会因为我的过去就歧视我。妹妹，小云语重心长地说，无论你决定怎么做，堂姐都支持你。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，千万别为了留在台湾或者改变命运就草率结婚。真心的感情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换不来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月和小杰的关系越来越近。小杰甚至带小月去见了他的父母。让小月惊讶的是，小杰的父母对他非常友好，完全没有因为他是大陆人就有任何轻视。阿姨，叔叔，你们真的不介意我是大陆人吗？吃晚饭时，小月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小杰妈妈笑了，傻孩子，什么大陆人、台湾人，都是中国人啊。只要小杰喜欢，我们就支持。再说了，你这么漂亮又懂事，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小杰爸爸也点点头，以前确实有些偏见，但现在不同了。我们去过大陆几次，发现大陆发展得很快，年轻人也很优秀。关键是看你们两个相处得怎么样。这次见面让小月备受鼓舞，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出身和过去并不是决定未来的枷锁。在台湾，她可以重新开始，可以被人真心接受。回到堂姐家，小月和小云、阿伟分享了见面的经过。姐夫，你觉得台湾和大陆的男女交往有什么不同？小月好奇地问道。阿伟笑了笑，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吧。台湾这边情侣吵架通常是讲道理，互相倾听，找到解决办法。而据我所知，大陆那边的情侣吵架有时候会比较激烈，甚至动手动脚的也有。没错，小云插嘴道，刚嫁过来那会儿，我和阿伟第一次吵架，我声音很大，还摔了东西。结果阿伟不但没反击，反而把我抱在怀里，说我们冷静下来慢慢说。那一刻我就被他征服了。小月不禁感慨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温柔攻势啊！怪不得堂姐会被拿下。阿伟也笑着说，其实台湾的婚恋文化受日本影响比较大，比较含蓄委婉，
我们求婚不一定要大场面，但一定要走心；送礼物不一定要贵重，但一定要有意义。而且台湾男生很会经营感情。小云补充道，阿伟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的纪念日，即使工作再忙，也会发个消息或者买束花。这种细水长流的爱情，比轰轰烈烈的追求更让人安心。小月出神地听着，心里对小杰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。过去她遇到的男人，不是只看重他的脸蛋身材，就是想利用他赚钱。像小杰这样真心尊重他、欣赏他内在品质的男生，她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你和小杰聊过未来吗？小云问道。小月摇摇头，还没有呢，我们才认识没多久，但是我挺喜欢他的，也喜欢台湾这边的生活。如果阿伟思索了一下，如果你们真的发展下去，你愿意留在台湾生活吗？这意味着你要适应全新的环境，可能还要面对一些人的异样眼光。我愿意。小月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在台湾这段时间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平等。这里的人不会因为我的出身就看不起我，也不会因为我的过去就评判我。我想要这样的生活。小云和阿伟相视一笑，看来妹妹是真的喜欢上了台湾的生活方式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小月在台湾的1个月行程即将结束。临走前一天，小杰约小月去了淡水渔人码头看日落。夕阳西下，两人并肩而立，望着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。小杰有些紧张地开口，我知道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愿意和我交往看看吗？小月心跳加速，脸颊发烫。可是我明天就要回大陆了啊，距离不是问题。小杰认真地说，我可以去湖南看你，你也可以再来台湾。如果我们真的合适，我愿意等你，等到你能够永远留在台湾的那一天。这句话让小月眼眶湿润。在这之前，从没有人对她说过我愿意等你这样的话。过去她遇到的男人，要么是想利用她的身体，要么是想利用她的青春，没有一个是真心想和她共度一生的。我愿意。小月抹去眼角的泪水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小杰激动地将小月拥入怀中，在她的发顶轻轻一吻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回到堂姐家，小月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这个好消息。小云和阿伟都为她感到高兴，但也提醒她要脚踏实地，不要操之过急。妹妹，跨海恋爱不容易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小云叮嘱道。我知道，姐，但有些事情不试一试怎么知道结果呢？小月笑着说，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第二天，小月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回大陆的飞机。望着窗外渐渐变小的台北市，她心里满是不舍和期待。这短短1个月的台湾之行，不仅让她见识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，更让她找到了可能改变命运的契机。回到湖南老家后，小月开始积极规划自己的未来。她报名参加了服装设计培训，同时自学闽南语和台湾常用语。每天晚上，她都会和小杰视频聊天，分享各自的日常生活。小杰也很用心经营这段感情，他不仅经常给小月寄一些台湾的特产和礼物，还在假期时专门飞到湖南看望她。他甚至主动去了小月曾经工作过的酒吧和 KTV， 想要了解她的过去和成长环境。你不嫌弃我以前做过那些工作吗？小月忐忑不安地问。小杰握住她的手，过去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你。我爱的是现在的你，也尊重塑造你的一切过往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感情在跨海交往中越来越深厚。半年后，小杰向小月求婚了。他没有准备豪华的场面，只是在小月的老房子前单膝跪地，手捧一枚小小的钻戒。我知道这枚戒指不够闪耀，但我的心永远为你亮着。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有挑战，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一起面对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。小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小月泣不成声，用力点头，我愿意。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简单而温馨。小杰的父母全程热情招待，把小月当成亲生女儿一般。小云和阿伟也特意请假回来帮忙，见证妹妹的幸福时刻。姐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连初中都没读完的女孩，有一天也能嫁给这么好的人，住在这么美的地方。新婚之夜，小月感慨万千。小云抱着妹妹，妹妹，这不是什么山里野鸡飞上枝头变凤凰，
而是你凭自己的善良和坚强赢得的幸福。你值得拥有这一切。如今，小月已经在台湾生活了2年，她和小杰有了自己的小家。她还在一家服装店当设计助理，利用自己的审美和创意，设计出融合两岸风格的服装。虽然她的口音还带着浓浓的湖南味，但台湾的邻居和同事都很包容，从不取笑她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小月是嫁得好才有了今天的生活。但我要说，她能嫁给小杰，不只是因为运气好，更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就是个善良坚强的姑娘。即使经历了那么多坎坷，她依然保持着纯真和善良，这才是吸引小杰的地方。而台湾的婚恋文化确实和大陆有所不同，更注重平等和尊重，更看重两个人的相处方式而非物质条件。这不是说谁好谁坏，只是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导致的差异。希望小月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示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嫁到哪里，而在于找到一个真心爱你、尊重你的人。无论你的出身如何，过去经历了什么，只要不放弃自己，总会遇到那个愿意陪你白头到老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喽。